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方圆800里10个剧情亮点，徐凯转型，丁永岱激烈对戏高潮不断。由丁永岱、徐凯、邓恩熙领衔主演的陆剧《方圆800里》于4月17日正式上线。开播之前，平台预约已经超过50万，稳居待播剧期待榜 TOP2。剧情围绕90年代末一个矿区小镇的焚尸案展开，不仅揭示了2代人隐藏的秘密，也聚焦父警子匪之间那段极致的亲情较量。粉丝们最期待的，莫过于徐凯首次挑战暗黑反派角色，和老戏骨丁永岱上演一场激烈的猫鼠游戏。接下来，小编为大家整理了这部剧的10个核心看点，每一个都精彩到让人停不下来。看点1：年代还原与美学创新。年代剧的质感往往藏得特别扎实，《方圆800里》这部剧在还原90年代末矿区环境上真是煞费苦心。剧组专门跑到江西丰城，实地搭了个1:1的实景矿井。不管是70年到90年代那个矿区旱冰场、歌舞厅、筒子楼，还是满墙的标语，全都做得妥妥当当，一幕幕画面让你秒回那个年代。更讲究的是细节上，小矿灯、搪瓷水缸、旧海报这些小玩意儿都精心复刻，浓浓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。不光有年代感，还在美学上带来新鲜感，让人看着特别过瘾。看点2：隐喻人性的善恶两面性。这部剧最打动人的地方，就在于它细腻展现人性里的善与恶。剧组还挺有心思，用色彩和符号巧妙埋下伏笔，细节控绝对会爱不释手。色调变化特别讲究，暖色调用来营造父子恋人间的感情戏，冷色调则加强悬疑氛围。一动一静之间，气氛直接炸裂。尤其是一场烛光晚餐，父子俩透过微弱的烛光对视，那摇曳的火焰刚刚好暗示着真相和谎言之间不停的角力，暗藏玄机。角色身上的象征色也挺有趣，比如说代表陈辉的红，藏着他的叛逆和疯狂，而代表陈红兵的蓝绿，寓意他的正义感和坚守，这样更深入的刻画人设。此外，海报里的硬币和潘多拉魔盒都暗藏悬念，旱冰场上的霓虹灯代表着自由与束缚的较量，矿井那阴沉色调则象征着被时代与罪恶折磨的人性牢笼。哪怕一眨眼，都充满值得细细品味的细节。看点3：徐凯彻底转型剧抛脸。徐凯一改以往古偶剧里的帅气模样，这次的转变真是让人眼睛一亮，彻底打破了既有的形象标签，可以说是彻底剧抛脸。为了符合矿区青年的角色设定，他特别改变了造型，黝黑粗糙的肤色，加上随性的穿搭，完全没了偶像的光环，身上散发出矿区人的沧桑感。这也是他第一次挑战暗黑反派的角色，表演时那股爆发力十足，预告片里那句充满绝望和狠力的骗我的人都得死，配上矿洞中冷峻又狰狞的目光，瞬间让人深深投入到角色中。制片人对他的评价也很高，说他完美演绎了角色的暗面，展现了生理级别的真实演技。无论是在矿井打斗中满脸血迹的狼狈模样，还是火场追凶时的疯狂表现，他都演绎得淋漓尽致，完全撕掉了过去古偶的标签，让人看到了他作为演员的无限可能性。看点4：青梅竹马的共犯式爱情。徐凯扮演的陈辉和邓恩熙饰演的高松阁，两个人的感情线被网友称作意难平，也有人说是青梅竹马变禁欲系双狼。他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是对方心里的支柱，既有互相救赎的意味，也共同陷入了那份绝望的深渊。在逃亡的日子里，他们彼此扶持，守护着对方，想在那乱糟糟的矿区里留下一点点温暖。然而，那个缠绕多年的旧案早就注定了他们的悲剧。
那种把爱情和犯罪绑在一起的情感模式，看得人又心疼又上头，让人难以释怀。一方面希望他们能挣脱命运的束缚，早点逃离罪恶的泥潭；另一方面又明白他们的爱情早已被罪恶玷污，逃不过法律的制裁。看点5：父子对立的猫鼠游戏。丁永岱和徐凯饰演的父警子匪之间的对手戏，绝对是这剧最大的亮点之一。每次对决都让人忍不住屏住呼吸。剧里出现了许多精彩瞬间，最激烈的肯定是审讯室那场，陈辉红着眼睛质问父亲：“你不把我送进去不甘心是吧？”一句话就狠狠撕开了亲情破碎的伤口，那种绝望和不甘，即使隔着屏幕也能深深感受到。除了这些，两个角色在阴暗矿道中无声的追逐戏，没有一句台词，但靠着眼神和动作，紧张气氛达到极点。那场雨夜里举枪对峙，更是把法律责任和父子情感的拉扯推到极限，那种道德崩塌边缘的激烈博弈，给观众带来了窒息般的震撼，每一帧都令人揪心不已。看点6：配角群阵容强大。一部精彩的剧，配角阵容绝对的强劲才行。方圆800里的配角阵容简直可以称得上仙人云集，个个都是实力派人物。比如《长风渡》里的胡可和《以家人之名》里的涂松岩，两个都是公认的演技派，气场十足，一登场就自带戏份。除了他们，像《狂飙》的曲珊珊、漂白的赵琦、生命树的苏欣、墨雨云间的何凤天、寄语倾城的鲁兆华，以及傅流年的傅万达，也都加入了这阵容。每个人都各司其职，把每个配角都演得有血有肉，整体搭建出一个真实、压抑又充满张力的矿区小镇。每场对手戏都精彩纷呈，戏剧冲突十足，看得真过瘾。看点7：邓恩熙演绎坚韧又破碎的高松阁。邓恩熙饰演的高松阁是剧中最让人疼的角色之一，也是整个悬疑暗恋的关键人物。他是陈辉的青梅竹马，小时候遇到过一次恐怖的矿难，母亲硬把他塞进通风管才让他逃了出来。从那以后，他就一直握着那张旧案的照片，背负着不少没人知道的秘密。他的性格就像荒原上的野草，看似柔和，实际上特别坚韧。面对极恶的环境和沉重的案件，一直在苦苦挣扎，拼命想用爱情帮陈辉救赎。可他最终力不从心，没办法阻止爱人走向毁灭。有网友猜测，他的尾巴也许是为了爱顶罪，又或者跟陈辉一起伏法，是什么都不好说，但都让人觉得很惋惜。邓恩熙把这个角色表面温柔，内心阴暗破碎那一面演得特别细腻，每一双眼睛都藏着故事，感同身受到极了。看点8：徐凯演绎黑化反派的3重蜕变。徐凯扮演的陈辉可以说是剧里最复杂的角色，从曾经那个叛逆的修车工慢慢堕入犯罪深渊，他的黑暗蜕变藏着太多的无奈和痛苦。表面上看，他挺邋遢、叛逆，但其实心里背负着儿时那场惨痛的意外，这也是促使他走向黑暗的最主要原因。为了复仇，他不惜瞒报关键证据，还跟爹当警察的父亲上演一出惊心动魄的猫鼠游戏，全程经历了惶恐、堕落、冷静、犯罪这3重心理变化，每一步都令人揪心不已。作为反派角色，最终难逃法律的制裁，从杀青特辑里还能看到他含泪却又释然的微笑，暗示着他的悲剧结局，也让粉丝们对他的归宿充满了期待和遗憾。看点9：丁永岱封神级演技，诠释情法两难。说到这部剧的演技担当，丁永岱绝对是名副其实的演技天花板。他饰演的陈红兵是个坚守正义的老刑警，一辈子都在维护法律的尊严。可命运偏偏跟他开起了玩笑，他费尽心思追查的焚尸案，结果嫌疑人居然是他的亲生儿子。这一幕
让他一下子掉入了职业信仰崩塌和家庭破碎的双重绝望中。一方面是作为警察的职责和正义，另一方面却是血浓于水的父子感情。那种撕裂的感觉，丁永岱用层次丰富的演技发挥得淋漓尽致。特别是案破之后，含泪的镜头没有夸张的台词和动作，只用眼神和微妙的表情，就把角色的无助、痛苦和挣扎都表现得恰到好处，完美诠释了情法两难的极致煎熬。看点一时，父警子匪的极致亲情博弈。这部剧的最大看点的说是父警子匪的极致亲情博弈，整部剧情都围绕着这场较量展开。故事背景是在90年代末的丰阳小镇矿区，一具无名女尸出现，瞬间打破了小镇的平和，也让地下隐藏的违禁药品贩卖网络逐渐浮出水面。老刑警陈红兵凭直觉追查线索，却从未想到自己紧逼的犯罪核心竟然是自己深爱的亲生儿子陈辉。在矿区的800米范围内，父子两人展开了激烈的对峙，那责任与亲情、法律与人性交织缠绕，把原本完整的家庭彻底撕裂，也让这座神秘的小城迎来了关于善恶的抉择和试炼。剧情每一处都充满张力，看的人根本停不下来。方圆800里一共20集，4月17日正式上线。这部剧不单单是一部普通的悬疑片，更像是一段关于人性、亲情和法律的深刻剖析，既有紧凑悬疑的推理过程，又充满感人至深的情感纠葛，毫无疑问是今年非常有爆款潜质的佳作。喜欢追剧的朋友们可千万别漏掉。